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唱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才发现家里的发洒堵了，水流量很小，不要用蒸汽扎，我们可以尝试这个方法来解决。这样一来，水量立刻又大又猛。我手中拿着的东西大家都很熟悉，它被称为发洒。刚买回来的发洒使用起来非常顺手，水流均匀，出水顺畅。然而，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，我们发现发洒上出现了很多水垢。这种白色的物质就是水垢，不仅外观非常糟糕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还可能堵塞我们的出水孔。发洒上的小孔就是出水孔，如果这些孔被堵塞，水就无法顺利流出，导致我们在洗澡时出现发洒出水不畅或完全不出水的情况。而且堵塞还可能导致喷头喷出水来不均匀，水流到处乱溅。很多朋友在遇到发洒出现问题时，第一反应往往是直接将其丢弃，重新购买一个新的。我们要知道，即使是便宜的发洒，价格也往往要几十元。如果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换一个，实在是太浪费了。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几分钟之内就能轻松解决问题，让发洒恢复如新，出水流畅，没有任何水垢。将发洒取下来，放入一个稍大的脸盆中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准备一包食用小苏打，将其均匀撒在发洒表面。这里尽量多撒上一些小苏打。小苏打呈碱性，而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镁和碳酸钙等难溶盐，因此小苏打能够有效中和这些水垢。此外，还需要使用白醋，它的主要成分是醋酸，而我们的白醋倒在小苏打上面会产生大量气泡，从而起到加速溶解的效果。倒入白醋后，我们先让它溶解5分钟，让其充分发挥作用。白醋还能有效软化水垢。接下来我们再用手搓一搓，在这个搓的过程中，你会惊奇地发现一些水垢已经开始脱落。不过仅仅这样做还远远不够，无法彻底清理干净，因此我们还需要在盆中加入大量的水。这里我们尽量使用温水，水位应该足够高，以覆盖发洒。由于塑料发洒的密度较低，可能会浮在水面上，所以我们尽量多加入一些水。接着将发洒翻转，使其出水的小孔完全浸没在水中，大约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浸泡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再来检查一下沐浴发洒，它现在变得很干净，但可能有一些小孔仍然有轻微的堵塞，因此我们还需要进行最后一步清理。由于进水管或自来水中可能含有一些颗粒物，这些颗粒物难以从出水孔排出，长期以来容易在出水口堆积并造成堵塞，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尖细的工具来清理发洒。如果家中的发洒部分被堵住，可以先放水观察哪些孔被堵塞，接着用针筒轻轻刺穿被堵的小孔，直到确认孔内没有杂质为主。不过要注意控制穿刺的力度，避免用力过猛，这样发洒就能恢复正常使用了。如果觉得白醋的味道太强烈，我们可以在清洗干净后
往发洒上喷一些花露水或其他香味的溶液，这样就能有效遮盖其气味。将发洒装回去后，试试看效果如何。现在打开水龙头，可以明显看到水流量增加了很多。如果您家里的发洒出水量也是非常的弱的话，可以尝试以下方法：使用白醋和小苏打进行浸泡。经过这个处理后，您会发现发洒的所有出水口都变得畅通无阻，水流量立刻变得又大又猛。这种方法简单易学，既省钱又实用。盆子里的小苏打和白醋溶液不要浪费了。相信很多家庭都有大理石的家具，不管是餐桌还是茶几，平时用清水擦拭很难清洁干净，常常会留下印记，擦都擦不干净。这时我们可以将这个白醋和小苏打的溶液喷洒在表面，静置30秒后再擦拭，就能轻松清洁干净，而且干燥后表面不易沾飞哦。它不仅可以清洁我们的食材表面，还可以清洁我们家里的皮具沙发或者是木质沙发都是可以的。对于有宝宝的家庭来说，经常会在家具上留下手印，只需喷洒自制的小苏打和白醋溶液，然后用布擦拭，擦完后自然晾干，家具就不容易积飞了。我觉得这款自制清洁剂比市售产品更好用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另一个妙用，去除鞋柜里面的臭味。随着天气越来越热，我们每天打开鞋柜时，难免会有一股刺鼻的气味袭来，特别是有青少年孩子的家庭，他们每天都运动，穿的运动鞋容易出汗，导致鞋子产生异味。虽然每天换袜子，但鞋子不可能每天都清洗，这样就会形成难闻的气味。每次打开鞋柜，臭味扑面而来，令人不快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自制一种清洁液，每晚喷洒一次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打开鞋柜的时候，就再也没有这种异味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，不仅可以去除发洒上面的水垢，像我们水龙头上面的都可以轻轻松松去除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